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中概股退市。第一，会不会退呢？第二，如果是退市的话，对我们是危还是机？我们如何可以把握这个中概股的退市转危为机呢？什么是中概股？中概股这个名词是从英文 China Concept Stock 过来的。在美国的投资者当中，他们可以是投资黄金，可以是投资什么工业、什么产业，或者是投资印度、巴西、中国。所以对投资跟中国有关系的股票，他们就叫 China Concept Stock。记得呢，在这里啊，这个 China 是美国投资者心目当中的 China， 并不是政治正确的，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啊。所以他们心目当中的 China 就是指中国大陆、中国内地的。所以这个中概股的中啊，是指中国大陆。一般来说是，如果一家企业它的资产，特别是营收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的话，这就是一个中概股。可以是美国公司，可以是中国公司，也可以是香港公司，只要它的营收和资产大部分来于中国内地的话，这就是一家中概股。举个例子，中移动当然是中概股啦，但是百胜中国 Pizza Hut 虽然它的最终的股东是美国公司，但是因为百胜中国它是指中国内地的餐饮业，所以它也是一个中概股啊。包括如果香港一些房地产公司，他们如果所有的业务资产营收大部分都来于中国内地的话，像那个瑞安也是算是一个中概股。当然因为瑞安是在香港上市的，一般来说美国的投资者很少会提到或者知道这个公司，所以我们也想不到瑞安是一个中概股。但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富途是一个中概股啊。如果我们用上面那个定义来看的话，富途其实不应该是一个中概股，因为第一，它是个香港公司，第二，它的业务主要是在香港，现在是发展到了美国、新加坡、澳洲，以后可能还会发展到其他的市场，但是它在中国内地是没有证券业务牌照，它也没有开设分行或者在中国内地招募客户，所以富途严格来说不是一个中概股。但是大家好奇怪啊，一想到中概股，一看到中概股的退市，富途也是其中一个跌了好多的一个股票。那我们看完中概股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退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退市其实分自愿退市和不自愿退市。自愿退市是说，如果一家企业它的管理层啊，或者它的新的投资者老板呢，把它收购了之后啊，不想再保持这个上市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申请自愿退市。只要小股东愿意把手头上的股票卖给管理层或者新收购的投资者，他们把所有的股票收购了之后，就可以申请自愿的退市了 delisting 啊。那小股东愿意把手头上的股票卖出来卖给他们的话，一般来说是有个溢价的啊，那这样的话小股东才愿意，对吧？所以自愿的除牌、自愿的退市，其实对小股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一般来说是一家公司它的股价非常低，长期的很低了之后，有可能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私有化，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机构买了他们之后，把市面上的股票全收了之后做自愿的退市。好了，我们来讲讲不自愿的退市。今天中概股面临的有可能的风险是被美国证监会下命令，全部不合规格的中概股要退市。那这个危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讲少少的历史啊。其实中国和美国在2018、19年之前，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的友好的，他们的关系也是合作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投资者投资了中国的初创企业，也是希望把中国初创企业到美国上市，让这些早期的投资者可以套现，可以让这些早期的投资者有机会在美国股票市场里面
面套现 exit 离场。那2018、19年开始呢，中美关系开始紧张，从合作变成了对抗。对立，加上瑞信这家公司作假，后来滴滴到美国上市，中国觉得如果滴滴到了美国上市，有可能滴滴掌握的中国的数据在美国被迫的要披露，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时候中国也要求滴滴在美国退市，所以美国就通过了一个证券法，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海外公司，其实不只是中国内地的公司，是全世界到美国上市的公司，一定要经过美国允许的、认可的审计师行auditing firm 去审查他们的数据，得到合理满意之后，才继续可以在美国上市。这个其实是一个保障美国投资者的一个合理的要求，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没问题，但是回到了中国内地呢，中国政府觉得，如果让这些海外的审计师来中国看很多的数据，又把这些数据可能会转到美国，这也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数据方面的安全问题，所以中国就不允许这些海外的审计师来完全的没有局限的审查。那这样的话，这些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们的审计报告就不能够满足美国的证监会的一些要求。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就说了，如果你们不能够满足我们所定下来的要求，在3年内要退市。最近呢，美国公布了5家公司，要求他们在3月29号之前提供合理的、满意的数据，要不然的话，他们会面临退市的危机。市场马上就恐惧地推想到其他的中国公司其实也不能够满足美国这个审计的要求，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中概股都要在美国退市呢？在一个股市调整的时候，投资者自然会更加谨慎、更加恐惧，想的都是 worst case scenario， 最坏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最坏所有的中概股都要在美国退市，这个当然对股价会非常的不利。但是大多数的股民也不明白了解退市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好像一旦退市的话，他们手头上的股票就一文不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次谈到了中概股退市，中概股的股价都会暴跌，因为投资者恐怕如果不抛售的话，以后会更低，甚至到最后是一文不值。那对于中概股退市呢，我个人认为大家有以下的一些可能误解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也特意的为大家讲明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其实现在中国和美国还在双方在谈判、在沟通。我们要知道，如果中概股退市的话，对中国和对美国双方都是不利的对中国来说，当然少了一个企业可以上市募集资金的渠道，但是对美国来说的话，它可能损失是更加大。在美国上市的 ADR， 我们投资者是定期要付一个存仓费用，这个对美国的银行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对美国的交易所来说，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如果退市的话，这些美国的交易所和银行都会有损失。第二个，对美国的政府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股息的时候，也要被美国政府扣留股息税。当然，不同的投资者所需要交的股息税是不一样的。对于美国居民来说，他们在报税的时候要报股息的收入；对于我们海外投资者来说的话，每一次我们收到股息税的时候，就有一大部分被扣留了。那如果中概股退市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股票市场投资这些中资股的话，美国的政府也少了这些股息税。所以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双方都有很大的动机来积极的沟通，到最后避免所有的中概股都要退市这一个结局。第二，就算谈不拢，这些上市的中概股也有3年的时间来办理退市的手续。在这3年当中，他们可以在香港第2次上市，也可以在其他的市场
去寻找上市，所以也不是说马上就要退市。那也不排除呢，如果这个股价跌了太多的话，而这个企业本身也已经有盈利、有资金的话，通过股票回购，足够的回购之后，到最终他们是私有化这家企业。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当私有化或者股价回购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小股民的股价有支持的作用的。那今天呢，已经有许多的中概股在香港已经有第二次上市或者是双重上市这个地位了啊，比如说阿里巴巴啦、京东啦，所以对这些企业来说，退市已经是个 no big deal。那如果到最后真的要退市，其实也不是一文不值的，因为大家还是那家公司的股东，只是少了可以在美国的交易所很方便的做买卖。当然，少了这个流通性之后，这个股票的价值可能会减少，但是公司赚了钱，我们还是他的股东，还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另外呢，如果它不在美国上市而转到香港上市的话，一般来说这个估值要比香港股市的 valuation 要高，所以少了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只有在香港上市的话，这个 valuation 可能会下跌，导致这个股价下跌，这也是今天投资者恐惧退市的其中一个理由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海外的投资者不愿意也不知道香港到底是怎么样的，来香港投资股票，包括一些美国投资者，如果要投资香港的股票的话，他们要把美金换成港币来投资，以后卖掉的话可能还要转回美金，虽然港币和美元是挂钩的，当中还是有一些不方便，所以这些投资者如果不愿意再继续持有这些来香港上市的股票的话，他们抛售的话，对股价会造成一定的沽售的压力。但是呢，退市也不是一面倒的不好的。比如说，如果到了香港上市，不在美国上市了，一些海外的投资者买了这些股票，收的股息税所扣除的只是10%的中国企业股息税，相比美国的股息税要低很多。第二点呢，来了香港之后，也可以通过港股通吸引内地的资金，而这些内地的投资者可能对这些中概股企业更加了解，更加愿意投，所以也可以对这个中概股的股价有支持。那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特朗普政府下了命令，中国移动通讯的3个公司，中移动、中电讯和中联通在美股要退市。后来中移动和中电信就回到了 A 股上市，而他们的股价相对当时候在美股退市被抛售的时候也涨了很多。这个也就带给我们说，如果因为退市一个股票的价格跌了很多很低惨的时候，也是给我们长线的投资者带来一个用低价去买一个优秀企业的好的机会。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充分的了解每一家企业它到底在香港、内地有没有在上市，本身的财务状况如何，本身的内在价值到底有多少，退市如果对这些股价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是不是带来一个机会 ？Happy treasure hunting， 我相信这个寻宝机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可观的投资的机会。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没有启发呢？如果有启发的话，欢迎大家点赞和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见。